眩晕症都有哪些表现？病因有哪些？如果存在眩晕症状，应该怎么办？听听医生怎么说。很多人在日常生活可能都有过眩晕的现象，而眩晕症也是非常常见的一种临床综合征，特别是在中老年人群当中，眩晕症的发病率是非常高的。而老龄化现在本身也很严重，所以很多老年人都受到眩晕症的困扰，特别是在发作的时候，患者往往感觉天旋地转的晕，严重影响日常生活。但是对于眩晕症，很多人都不是特别了解。医生在查阅了相关文献后，今天在这里给大家分享相关知识。首先，眩晕症都有哪些表现？病因都有哪些？对于眩晕症，首先最直接的表现当然就是眩晕，而且眩晕往往是非常严重的。针对病因的不同，眩晕的表现有所差异。要注意的是，眩晕和头晕往往是有差别的。眩晕往往患者能感受到周围环境的旋转及摆动感，只是一种运动性或位置性错觉。给大家通俗的讲，眩晕患者往往能感觉周围物体在旋转或者天旋地转的感觉。比如有的人在家里时，感觉天花板上的灯在不停的转动，在外面的时候感觉周围的房子在不断的移动，这往往就是眩晕症的表现。而头晕一般不会出现这种表现。除此之外，患者还可能出现恶心、呕吐、冒冷汗等症状，这其实都是因为眩晕症引起的神经失调出现的表现。那么引起眩晕症的病因都有哪些呢？引起眩晕症的病因其实是非常多的，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些常见的病因。首先就是良性的阵发性眩晕，这种眩晕症在老年人当中是非常常见的，患者一般发作时间往往只有几分钟，一般只要停止不动，眩晕情况很快就可以得到缓解。但是如果继续改变体位或者活动，往往眩晕症又会持续存在。对于这种眩晕症，往往是不需要进行特殊治疗，患者会逐渐缓解。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良性的阵发性眩晕，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特别合理的解释，所以可以说是成因不明。其次，梅尼尔氏症也是眩晕症的病因，这个疾病可能很多人都没怎么听说过。确实，它是一种相对比较少见，而且在大众认识都不够的疾病。在医学上，它也至今是一个充满谜一样的疾病。它的主要改变是听神经及半规管细胞被破坏，进而导致患者出现耳鸣、耳痛、听力减退等症状，同时出现阵发性的眩晕。这种眩晕往往是不定时的发作，几个月发作一次，最后可能导致患者听力完全丧失。此外，一些肿瘤性的病变也是可能引起眩晕症的，比如发生在颅内的听神经瘤，这种肿瘤可能导致听神经受到压迫，进而压迫前庭，造成眩晕症的发生。当然，一些中枢神经系统疾病也会引起眩晕症，比如多发性硬化、椎动脉循环障碍、中枢神经药物等都是可以引起眩晕症的。多发性硬化是一种中枢神经系统的脱髓鞘病变，它逐步进展，往往会影响到前庭神经，造成眩晕症。而脑部血管循环障碍也是可能导致眩晕的。另外，其他的某些神经系统疾病也是可能引起眩晕的。如果存在眩晕症状，应该怎么办？
眩晕症虽然不是致命的疾病，但是往往会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。所以除了查明病因、积极对症治疗之外，在日常生活中注意预防眩晕的发生也是很关键的。在这里，刘医生给大家几点建议：一，在饮食上，建议眩晕症的人群尽量多吃一些清淡的食物，少吃一些脂肪含量过高、糖盐含量过高的食物。对于一些生冷的食物也是要尽量少吃，多吃一些蛋类、瘦肉、青菜、水果等。二，注意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，比如尽量不要熬夜，做到早睡早起，保证足够的休息时间和睡眠时间。在睡觉的时候，也尽量保证周围环境的安静，尽量不要出现一些太多嘈杂的声音。此外，尽量不要吸烟，也要少喝酒，这也是非常重要的。三，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和良好的心情。良好的心情对于眩晕症状的出现，也是有比较好的预防作用的。所以一定要尽量保持良好的心情，也尽量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，特别是有的在工作的人，一定要注意尽量不要被工作的事情所忧虑，从而增加烦恼。四，尽量保持家里面空气的流通，经常开窗通风，在天气比较合适的情况下，多到外面安静的地方散步，呼吸新鲜的空气，少去一些人流量大、空气污染大的地方，这有助于降低眩晕症状的发生。总结，眩晕症是一种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的疾病，而且有的疾病所引起的眩晕，还可能出现其他的一些比较严重的并发症。所以在这里建议大家，如果出现了眩晕的症状，一定要及时到医院查明病因，进而进行对症治疗，减少各种并发症的发生。良好的生活习惯，多吃水果和蔬菜是健康的基础。每个人的身体情况不同，在饮食中加入之前，建议征询医生的意见，以确保其与您可能服用的任何药物兼容。本片纯属教育及知识传播性质，目的在于帮助大家了解学校没教的事物，但资讯并不一定100%正确，内容仅供参考。如果这个影片有帮助的话，要记下来或分享给你的亲人知道。感谢你的观看与支持，要留意我们频道更新，记得订阅我们频道和按右边的小叮当留意我们的更新。感谢大家，我们下个频道见。